2025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启动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斥资8000亿欧，打造安全韧性的欧洲。2天后的特别峰会上，获得欧盟理事会一致通过。3月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霸气讲话，决定就法国向欧洲盟国提供核保护伞问题展开战略讨论。欧洲的未来不应由华盛顿或莫斯科来决定。同一天正在阻隔的德国新政府宣布达成共识，修改宪法，改革债务刹车对军费的限制，据悉可能让国防预算达到每年1000亿欧。德意志银行称，这一项历史性变革堪比35年前的两德统一。即将出任新总理的莫茨更是喊出不惜一切代价重振经济、加强国防、捍卫欧洲和平，理由是美国对欧洲的命运漠不关心。大家好，我是想换新头像的星辰。在之前的奇人异事里咱们聊过印度飞机的半衰期、英国海军的核潜艇阵，以及美国高超的软件硬化工程师。那么这次欧公子一怒之下砸钱买刀，大家是否好奇现在的他到底行不行呢？转发加点赞，这就是军队，听德意志说。L'avenir de l'Europe n'a pas à être tranché à Washington ou à Moscou. Et oui, la menace revient à l'Est. Could you take on Russia by yourselves? Well... We're fighting forever with what? With whose money, with whose ammunition, and with whose lives? Instead, any deal must be backed by strength. You're not in a good position. You don't have the cards right now. 提到欧洲军队，大家最先想到什么？横扫欧陆的拿破仑，德法对轰的凡尔登，亦或是英勇无畏的诺曼底。经常带兵打仗的都知道作为2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老欧洲在军事科技的成就，就好比川普在手风琴界的地位一样，无人不知。像现代坦克鼻祖马克1，人类首枚实战的弹道导弹 V2， 全球首款全自动机枪马克沁，世界首艘全通式飞行甲板航母白眼巨人号。但要说到现在嘛，我只能说一句，大人，时代变了呀。最点中点的要数德意志和曾经创下单刷欧洲、速通法国等壮举的欧陆雄鹰相比，如今的德军用行动诠释了打仗打什么仗？那仗是咱们爷们该打的吗？说我们不训练，打我太爷跟着元首进巴黎，我的仗他们早替我打完了。2015年2月德国媒体爆出一个友邦惊诧的消息，由于装备缺乏，隶属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德国营居然在北约军演中将扫帚涂黑后固定在装甲车上冒充机枪。你这图啥呢？图哈切夫斯基吗？介绍下，该部队是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北约抽调各国精锐组建的高度战备的联合特遣部队，涉事的德国第371装甲掷弹兵营更被视为拳头部队。一旦俄罗斯发起突袭，他们将首先部署在最前线。更抽象的还是，您猜猜消息来源是哪儿？一份士兵泄露给德国公共广播联盟的机密报告。对于这一大无语事件，军方迅速站出来解释装甲车不等于都要武器，这辆全师全装甲车属于机动指挥车，原本就不该配武器。至于为啥士兵要在上面安扫帚棍当机枪，我们无法解释。行，无法解释是吧？再一查，这支隶属北约的德国精锐理应全员配备手枪，但41%的人没有。此外，还缺少31%的 MG3 通用机枪，以及超3%的夜视仪。然后德国国防部发言人就抛出一个离谱解释，因为德军正在应用一套动态需求管理系统，它能用75%的装备满足全军使用，确保在正确时间对正确部队提供装备。好消息是，这个系统是真的。坏消息是这个系统用在了军队上。接下来就是德国迷人的严谨，在被记者的唾沫星子狂喷1个月后，国防部再次站了出来，装备短缺问题解决了。为了以正视听，还专门安排之前扫把事变的主角，在媒体活动中展示了整个机械化步兵排的装备，7挺机枪摆在尤其显眼的位置。
美中不足的是现场有不懂事的媒体呢，问了个尴尬问题请问议会报告里说的，因为缺乏装备，上个月演习时用普通奔驰面包车充当装甲运兵车报真吗？陆军如此，海军也不遑多让。2018年6月，德国最先进的萨克森号护卫舰在导弹演习时因不明故障导致一枚标准2防空导弹没射出去把自个儿吹发和舰桥炸了，损失4000万欧。好家伙，得亏射的是防空弹，这要是反舰弹，维修费都省了更抽象的是，为了美观，他们居然丧事喜办，在被毁的垂发位置铺了一层盖板，上面画上萨克森号的舰徽。可能有人会好奇为啥不赶紧修呢？别催了，因为直到2023年7月，部分配件才运抵威廉港，等维修配件足足等了5年。5年呢，这时间够法国投降4回了。别急，还有高手呢。早在1997年，德国便开始筹备下一代水面军舰 F125护卫舰计划，原定2016年服役。该舰被誉为德军从近海走向远洋的转型之作。一时间，德国再次奋斗之声骤起。2016年，军舰按时交付海军。嘿，您猜怎么着？军方惊奇地发现严重超重，超重多少呢？178吨。更惊喜的是不明原因还导致舰体向右倾斜 1.3 度。好消息是该舰自动化程度极高，坏消息是试航中的软硬件不兼容，雷达无法工作，最终被海军拒收，退回船厂整修。这在德国海军史上属于头一遭一直修到2019年重新交付。讲个笑话，德国人严谨。另外作为一艘7000吨级的军舰，没有导弹垂发，没有反潜声呐，没有舰载反潜装备，主要武器包括一门127毫米舰炮、7挺机枪、鱼叉、防空靠射程高达10公里的海拉姆和2门单管机炮。武装游轮滨海战斗舰看了都能挺起骄傲的胸膛。好家伙，7000吨你这是一半都去装船员啤酒了吗？曾以狼群战术闻名的德国潜艇更是灾难2016年，有35号潜艇在演习中一头撞上暗礁，导致严重受损。而这是当时德国海军最后一艘能动的潜艇，因为其他潜艇基本是存在就是一切为了存在，不是再修就是极度要修被禁用。随着事件逐渐发酵，德国装备状况受到密切关注。2018年，连总理默克尔也惊动后表态，我们将为士兵提供最好的装备、训练和支持。紧接着，默克尔就收到一连串好消息：244辆豹2主战坦克，只有95辆可用于战备；14架空客 A400M 运输机，没有1架能飞；精锐特种部队因没有可用直升机，不得不退出北约演习。根据议会武装部队专员汉斯·彼得的说法，德军的战机、坦克和军舰极其糟糕。近年来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更糟。当然了，不就是缺钱缺装备吗？作为全球第5大军火出口国，只要议会老爷打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如果人也出了问题，那可就不好说了。热度最高的发生在2016年4月，在挪威举办的为期4周的北约联合军演上，德国士兵仅待了12天就离开了。原因很简单，加班时间用完了。是的，你没听错，现今的德军采用人性化管理，有多人性呢？士兵每周限制工作41小时，超出上限不给加班费，而是强制补休。别打了，老子下班了。而主推者正是当时的国防部长、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不仅如此，2011年德国取消义务兵役制，为了让国防军成为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雇主，冯德莱恩启动家庭友好改革计划，包括将士兵必须时刻值班的原则扫入历史垃圾堆，向军事基地引入托儿所和平板电视，要求基地配合学校学期制定工作计划，甚至部分训练营下午4点半关闭，比我小学放的都早而德军士兵在提升体能和提升技能之间选择了提升体重，早在改革前就以膀大腰圆荣获联邦肥宅的雅号。2007年，根据监察员向议会提交的报告，士兵中超过40%超重，另有8.5%严重超重。好消息是，德国士兵拥有实战经验，曾派出仅次于美国的部队征战阿富汗。坏消息是，
仅2007年，驻阿德军便在基地喝掉了170万品脱啤酒和9万瓶葡萄酒，被媒体公开讥讽德军喝得太多，胖到无法跟塔利班作战。由于基地酒水库存过多，2021年北约撤离之际，国防部专门从阿富汗空运了超2万升啤酒回国，理由是宗教限制和环境原因，这些酒不能在阿富汗销售或就地销毁。更抽象的是啤酒比人先走，导致为德国工作多年的阿富汗支援人员未能及时撤离。嗨，喝就喝吧，更离谱的还是军队性丑闻，离谱程度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欧陆之光德意志。为啥强调欧陆呢？因为隔壁戴英玩得更花。2017年，德国南部一特种作战训练中心被爆出上级要求女兵脱光衣服，在公共休息室跳钢管舞。这种舞蹈广泛流行于脱衣舞俱乐部，但基地长官将其称为新兵入学考试。很喜欢弹幕的一句话随后的内部调查更是让人汗颜，基地训练教官经常强迫要求学员脱光衣服搜身，并全程录像，声称这些步骤可能对训练有用。涉事女兵妮可早在2016年10月就向上举报，但议会直到2017年1月才获悉，就这还是通过新闻头版看到的。时任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得知后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严查军营丑闻，这就像鹅城县衙门前的鼓，平时没人敲，把鼓露出来，估计出多少冤呐！一查巴伐利亚山地部队一男新兵被上级和14名同伴捆绑性侵9个月。北部训练场29岁男士官酒后性侵2名女兵，仅2017年上报的内部性侵案就234起。虽然德国军舰制造有点烂，军费消耗有点烂，装备维修有点久，士兵肚里有点久，好在国防部长的抽象弥补了这一部分。干出前面一系列事故的防长冯德莱恩学的是医学，没有军队服役经验，还传出过论文抄袭。2019年升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有着小默克尔之称的卡伦鲍尔同样深谙政治，但毫无军事经验。任内最著名的是指挥阿富汗撤军及空运啤酒回国。2021年辞职之后的兰布雷希特更是军事奇才在这位姐姐1年的任职时间里，光辉历史数不胜数。1月，泽连斯基要求德国提供重武器，他转身赠送5000顶头盔，被骂原物不积极。3月，德国宣布购买35架 F-35，加上配套培训，总价87亿欧。结果美国坐地涨到100亿欧，且不同意德国公司参与后续维护，被骂丧权辱国。人倒也不在意，为了方便视察部队后去过复活节。4月，这位部长直接攻击私用，带着儿子搭顺丰军机旅游。你做就做吧，偷摸的呀。结果他儿子网上狂炫照片，坑娘了属于啥？对了，照片还是部长大姐自己拍的。你以为这就完了吗？12月，由德国莱茵金属出品，号称全球最先进的美洲狮步兵战车，在一场射击演习中，18辆全部故障，其中15辆是因不明原因无法行动，能动的2辆炮塔动不了，剩下1辆驾驶舱电缆火了。不能说少见，只能说逆天。关于这个旷世佳品，咱之后单出一期再割而这批战车原计划2023年调拨北约使用，如此丑闻让他遭到全民痛批，并要求辞职。几天后的跨年夜，这位大姐又自拍的新年祝福视频，一边聊乌克兰战争，一边背景是热闹的跨年烟花，甚至回顾2022年时说出了一段虎狼之词。俄乌冲突带来许多特别经验，我遇见许多优秀有趣的人。嚯，大姐，你是国防部长不是奥斯卡领奖再次遭到媒体痛批，要求辞职，然后他就辞职了。联邦肥宅的盛况后来在德国被编成了一条广为流传的段子，我来帮大家翻一下。说主板这么一打是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欧洲独立个个想当家。俄乌打仗1万人牵挂，结果川普坐在白宫就跟小泽骂，你1不尊重人，2不说好话。国防大使边上急得直把眉头掐。这英国首相口气还挺大，说老马你甭急，说小泽你别怕，大伙开会齐心协力把俄国拿下。但一说搞军队，我看个个不像话。这英国没有钱，这法国经济差，德国演习没有枪，他只好拿扫把。他是装备太老旧
他是军舰又爆炸，啤酒喝得上乘，一看个个像冬瓜。这德国防长，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头盔捐赠完，她又要去度假。一到过年拍段视频，后面放烟花，不错不错，打仗好极了，用我们德国话叫热啊gut。请问，如果你是一名德国士兵，你担心给乌克兰送武器卷入冲突，引发核战争咋办呢？头额一念起，刹那天地宽呐！2024年，德国陆军采购办公室的托马斯上尉因向俄罗斯提供情报被捕。根据检察官的指控，此人多次主动联系俄罗斯驻柏林大使馆，发出合作邀请，结果俄罗斯没理他。逆天的来了，人直接拍摄了军事文件，扔进俄罗斯使馆信箱。更黑色幽默的是，检察官证实这人1毛钱贿赂都没收，纯为爱发电。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那现在德军有没有武德充沛的呢？有的，但过于有了。2017年，陆军中尉弗兰克在维也纳机场卫生间取枪时被警察逮捕，不查不知道，这人正准备冒充难民策划暴力袭击。调查人员还发现，弗兰克有极右思想，在部队是公开的秘密，甚至还有不少支持者。所在军营更是发现了大量二战德军用品，以及一份暗杀名单。前总统高克和司法部长马斯都在。2020年，最精锐的 KSK 特种突击队被爆出一边听极右翼摇滚乐，一边行备严禁的纳粹礼。随即，警方突袭了一名士兵的家，发现私藏弹药。随后，军事反情报局根据初步调查，约500名德军士兵涉嫌极右主义接受调查。至于国防部用1234当密码，导致内部谈话泄露，演习被意大利暴打。停在港口的黑森号饮水系统被倒入大量废油，造船厂的扫雷舰被人剪断电缆。哎呀，怎么说呢？小胡子要看到德国现在这水平3秒没被气死，都算看破红尘了。此处我有一联，上联想当年纵横欧陆，莫斯科外黑旗书；下联看今朝协同英法，装甲车上架扫把。受限于二战影响，不少人将德国国防军的现状归结于带着镣铐起舞，但真是这样吗？德国军费常年位居世界榜前10，2024年预算高达734亿美元，但它没有核武器，没有航母，主力战机是3代半的台风，自家的豹2数量不及波兰，军队人数从2023年的18.1万人不增反减，甚至还被爆出1/4的新兵入伍不到6个月便退伍。我真的很好奇，他们到底把钱花哪儿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第2天，总理舒尔茨宣布设立一项1000亿欧的特别基金，支持军队现代化。同时，在政府声明中讲到，这是我们欧洲史上的一个时代转折点，德国必须大幅增加投资，建立一支强大现代的联邦国防军。但2年半过去了，距离目标似乎越来越远。面对同样困境的，还有3天一转折点、5天一红绿灯，成天呐喊防务自主的其他欧洲领导人，基本是嘴上震天响，实力只能躺。3月9日，马斯克表示，星链是乌克兰军队的支柱，如果关闭它，整个前线都将崩溃。感觉到被侮辱的波兰外长站出来反驳，波兰为此每年支付5000万美元。如果 SpaceX 不可靠，我们将重新寻找供应商。结果遭到马场工起脸输出，闭嘴，小人物。而英国首相斯塔默27号访问白宫，被川普问到：“你们能独自对抗俄罗斯吗？”斯塔默只能尬笑回应。同样尴尬的还有此前访问白宫被安排坐在桌角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实力比人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曾说过，外交若无武力为后盾，犹如音乐无声。至于频频放话支持乌克兰的英、法、波及其他欧洲军队，到底还发生过多少乐子呢？咱们下期接着聊。